文谦先生，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日即将访美，那么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美国会不会在会谈中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能不能请你谈一下？我觉得呢，中美关系呢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重新检讨和定位。习近平到白宫做客那一天呢，恰好就是西方的情人节。不过在现实中呢，中美两国的蜜月呢早已经过去，如今面临着在经贸、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摩擦和冲突，火药味呢越来越浓。最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叙利亚的这个制裁决议，另一个是麦坎和中国外交部长副部长张志军在慕尼黑的交锋，场面火爆。这是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的一个缩影。我觉得呢，习近平访美的主要目的呢，是想稳住中美关系的现有格局，同时呢，借此巩固他本人的接班地位。为此，他准备了大礼包来堵美国的嘴，这和在国内花钱买稳定呢如出一辙。但这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其实，我觉得理顺中美关系呢很容易，关键在于中国放弃目前这种畸形发展的模式，尊重普世价值，改善本国的人权状况，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当政者呢，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之所以迟迟不动，原因就在于低人权、低福利、低环保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基石。任何改善人权、提振内需的举措，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势必会触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损害权贵集团和国企的利益。这是当局万万不肯的。我认为美国政府呢，应该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有所作为，人权标准呢，应该成为今后衡量中美关系的重要指标。美国的政治家应该有远见和魄力来这样做，因为自由、民主、人权是美国的立国理念，是美国的核心价值。美国最大的软实力就在于这种普世价值。另外一方面，中国的人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已经成为世界公害，美国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中国通过操纵汇率、牺牲人权和环境，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工作机会大量流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美国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就是在解决本国的问题。美国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机会，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公开严肃地提出来这个由此开创中美关系的一个新起点。这确实考验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和领导能力。谢谢你。